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回来到 YSL Book。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谢谢你愿意再一次回来我的影片观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情占卜，题目是他对这段关系的想法。那选项的组织有分别是1、2、3。好，大家可以依照直觉看我们哪一组牌卡在发光，或者是选项小物比较吸引你的目光，选择的时候尽量用直觉去感受就可以了。好。今天用的这个选项小物是之前买的这个百合花，因为快谢了，那我觉得也蛮适合拿来当这个选项小物的，那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然后大家可以依照直觉看有没有哪一组牌卡或者是这个选项小物比较吸引你的目光。那我的影片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前言，所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发生的事物，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感想，或者是体悟，它都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主题。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多余的一个时间的话，或者是想要直接观看这个影片的话，都是没有关系的，直接跳到下方说明栏里面都有时间轴，直接观看你所选择的这个牌卡，听选项，听解牌就可以了。那今天在影片的前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最近在决定要去日本旅游，那因为刚好是在待业的一个期间，那我觉得刚好有一个空档，然后蛮适合去放空一下的，对，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一直以来心中可能都有这样子看日本樱花的一个梦想。对，那之前好几年前有看过日本的这个枫叶，对，那我也觉得很漂亮，但是一直还有留一个遗憾，就是还没有去看过日本的樱花，所以趁刚好是这段期间3月底4月初，因为看网络上写说好像这段时间是樱花比较容易盛开的一个时间点，对，那我这次也就订了大概4月初的一个机票吧。那跟大家分享这次的找机票、找饭店的过程，我反而觉得，因为我大概是在2月底3月初订的，那我觉得跟机票相比，反而饭店比较难订，就是饭店的价格都好几倍。那航空公司的话，就机票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个选择，不管是普通的一个航空，或者是廉价航空饭店的话就真的很难订，因为我1个月前订，就是大概2月底的时候订的时候，只剩下一些价格很贵的一些饭店，那都是翻了好几倍，然后剩下就是类似背包客栈，就是需要跟别人一起合住的，然后共用浴室、厕所的那一种，然后或者是胶囊旅馆的那一种形式的饭店。但是就算连这种背包客栈胶囊旅馆，可能换算下来一晚一个床位也是要大概1000多块，对，那可能在他们的一个淡季，可能700、800就有了，对，但是或者是500、600，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樱花季的这个期间这么贵，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比如说想要规划明年去看樱花，或者是未来有打算去看樱花的话，机票我倒觉得，还有便宜的可以捡，就是不管是廉价航空啊，或者是这次我买的是国泰航空，也蛮便宜的，对。那如果不是一定要指定特别的一个航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还蛮适合的一个价格，对，还算合理的一个价格，对。那饭店的话，就真的非常非常难找，对。那我这次去了，打算去7天6夜，那就是6天的需要订这个饭店，我还换了4间吧，4间饭店，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连起来，因为可能我想住的那一个背包客栈或者是胶囊旅馆，它刚好就是只剩下那一天有床位，那到了隔天就没有床位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去
转移阵地，就是换不同的一个地方，这样才能有这样足够的一个预算。因为就算连背包客栈跟胶囊旅馆也不便宜的，尤其是京都那边。对，那我这次去的是大阪跟京都，刚才忘记先跟大家讲我要去的日本的哪里赏樱花，是日本跟大阪跟京都。对，那大阪的话，我觉得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贵。不过我觉得现在到了3月初，我再回头过去看的话，大阪也是蛮难订的，但最难订的就是京都了。对，所以如果大家明年有打算去看日本的樱花季啊，如果是去东京的大阪的话，那个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前3个月或到半年提前预约，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不然可能就是会剩下一些可能你也不是很想住的那种旅馆，但是已经要好几千元了。对，或者是你只剩下这种背包客栈胶囊旅馆可以选择了。对，那我这次大部分都是选这种背包客栈胶囊旅馆。对，那这次也是独自旅行。对，所以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我一个人去出游，因为如果订到双人房的话，可能房价又更贵了。对，所以这次打算走的路线就稍微比较克难一些嘛。对，就是走这个背包客的一个行程。好，那反正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也希望我去的这一段日子可以睹到樱花。对，因为现在好像还在预测这个樱花什么时候会盛开。希望我可以很幸运的有抓到这个时间点。那我要去的一个日子应该是4月6号到4月12号。对，好，那如果今年也有想去大阪、京都樱花大阪、京都看樱花的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小诀窍啊，或者是知名景点的话，大家也很欢迎在下方跟我留言跟我说啊，或者是你之前有赏过樱花的话，也很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可能你找住宿啊，或找机票啊，这个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些小诀窍，对，可以省钱啊，或者是比较好订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或者是有什么样一个景点是必去的，也很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之后如果真的有幸运的见到这个樱花本人的话，再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回来跟大家分享，可能放在社群，或者是这个外色不可塔罗的这个赖的聊天室，来跟所有加入频道会员的朋友分享这样子。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回归主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情占卜，题目是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是什么？选项有只有分别是1、2、3。好，大家可以依照直觉看我们那组牌在发光，或者是选项小五比较吸引的目光，选择的时候尽量用直觉去感受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开始咯。如果你还需要时间的话，可以在这边按下暂停键，慢慢做选择。因为每个人选择速度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尤其你又是第一次看塔罗占卜影片的话，通常会不知道该如何做选择，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自己是不是犹豫太久啊，或者是自己其实不知道选什么，那这都是在一开始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慢慢的透过这塔罗占卜影片，可以慢慢训练大家的一个直觉力，还有敏锐度，还有去留意自己内心真正的一个感受。好，那我先把选项3收起来咯。再把选项2收起来。好，稍等一下，我喝一口水。
嗨，第一组的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回来到 Weiser Book。首先是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再一次回到我的频道。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情占卜，题目是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实际上这个选项一是大家今天抽到的这个选项小物是这个百合花的花瓣。那我先把花瓣放在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你抽到的这个第一张是你的选项牌卡，是这个绿魔法神谕卡的这个10号，代表是甜玉米啊，有仪式的一个意思。那最近我也蛮喜欢吃玉米的，可能大家也非常喜欢的吃玉米啊。我觉得煮汤啊，玉米排骨汤或者是加个萝卜都还蛮不错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偶尔也可以买一些玉米来吃，应该不会价格太高。对，就是煮个汤，我觉得喝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好，那再来是幻境塔罗牌，抽到的是 Nine of Swords，是宝剑骑士。好，然后再来是 Wisdom of Oracle， 抽到的是 TikTok， 代表的是时间啊，代表的是30号，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年龄或者是生日的日期。好，再来是浪漫爱情神谕卡，抽到的是共同生活，代表时间点是8个月。好，再来是天使回应卡，抽到的是 Perfect Timing， 一个完美的一个时刻。不好意思，刚才撞到这个牌卡了，这个手机了。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的是浪漫天使牌卡，抽到是 Honeymoon， 代表的是这个蜜月 ，Enjoying the bliss of holiday time together， 去享受这个度蜜月啊，或者是度假的一个时光。好，再来是这个时间灵感卡，抽到的是鲤鱼木，代表是记起你的梦。接下来是这个小王子的塔罗牌，抽到的是 The Star 星星牌。再来是这个彩虹卡，抽到的是 Encountering my shadow is the gateway to being whole, to being the light I am。 面对新模式，使自己完整并活在光中的不二法门。接下来是这个T6神谕卡，抽到是 Ten， 这个帐篷代表是 temporary situation， 代表是暂时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是这个是熊证卡，抽到的是心电感应，我能以说话之外的一个方式用心进行沟通。接下来是漫游聊心卡，抽到是顶轮3号，他说：“亲爱的，不必非得沿着已经被开拓的道路走，即便前方杂草丛生，你所到之处将皆为路。抬起胸膛才是自己真正的中心。”再来是 Angel Card， 抽到的是23号，代表是 all tied up， 全部都被困住了，觉得深陷在其中无法抽离。好，这样子。再来是这个艾米拉的爱情神谕卡，抽到的是 Ice King， 代表是冰雪王，代表是老板企业家分离式。好，再来是这个 Underworld 联曼牌卡，抽到的是28号，代表是 Gentleman， 代表是这个绅士。28可能是大家的年龄啊，或者是生日的日期。接下来是我自己手写的字卡，有关爱情的单字跟句子，抽到的是 You are good enough， 他说你已经够好了。好，再来是这个Mulagioko 卡月亮牌卡，你抽到的是 A time to give rather than take， 这时候去给予而不是拿取，代表是 New Moon in Virgo， 代表是新月在处女座。好，第一组大家，你心有他此刻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好，我觉得这个人应该
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经过跟你相处，那我觉得他最近有就是闪过一个念头，可能就是未来想要跟你共同的一个生活，可能是同居啊，或者是未来打算跟你结婚生子啊，或者是共组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那因为随着时间的一个经过的一个认识，那还有他也希望他的下半辈子陪在他身边的人是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透过一些仪式感的一些可能送礼物啊，或者是庆祝你们的一个周年纪念日啊，或者是你的生日，他的生日透过这些仪式感，或者是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或西洋情人节，或者是圣诞节、跨年这些我觉得他都会非常认真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他对你们的一个关系绝对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而且是有打算在更进一步下一个承诺的一段关系。对，那这是我觉得收到的一个讯息。对，那最近可能会收到求婚啊，会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可能会在一间餐厅，然后很正式的像求婚，或者是即使只有你们2个人在的一个地方，那他也会很正式的去询问你要不要跟他一起生活，然后要不要跟他结婚。对，那甚至你们还谈论到了有关蜜月旅行啊，或者是谈论到这个婚礼要怎么样举办，或是未来要在哪里居住的这样子非常幸福甜蜜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些事件也都是非常重大，而且需要去沟通跟讨论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不会害怕给你承诺，也不会害怕这个下这个决定。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那我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人对你的一个认同，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么好啊，自己好像没有这么优秀啊，为什么他会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他会愿意想要娶你，或者是嫁给你？那我觉得宇宙想告诉你说，其实你已经够好了。那很多时候可能是你的一个不自信或者是不安全感，那而导致可能你觉得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跨出这一步，或者是把这段关系再更加的推进，或者是再更进一步，可能是同居啊，可能是结婚啊，可能是订婚啊，那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总是有一些担忧或者是不安在那边，所以你觉得自己好像无法跨出这一步。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由于大家的一个不安全感，或者是对于自己可能不用那么有自信，对，会觉得我真的可以吗？我真的配得上他吗？我真的可以承担起这一个责任吗？对，难免跨出一个新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认同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让这个情绪，这个不安的一个情绪慢慢的去流动。对，那有这个情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可能要从 A 身份转换到 B 身份，从这个恋人的一个身份变成一个同居人一个身份，或者是从同居人的一个身份转换成为妻子或丈夫的一个身份。对，那难免会有一点担忧或者是不安。对，但是宇宙想告诉你说这个星星嘛，所以星星在前方，虽然有一点点的昏暗这个地方，但这都是短暂的，这都是短暂的，这个情绪这个状况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婚前焦虑或者是婚前的这个不安感会慢慢的一个浮现，但其实一切事情都进展的非常的一个顺利，因为你抽到这个 perfect timing 完美的一个时刻。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大家的一个不安，或者是大家脑袋所幻
想出来，可能害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一直去想这个嫁给这个人真的好吗？或者是跟这个人一起生活真的是对的一个选择的嘛？就是其实也没有发生任何奇怪的一个事件，但就是大家可能会因为恐惧感或者是不安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不安全感，而导致有很多的复杂啊，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出现。那当你发现这些情绪的时候，没有关系，就慢慢的让它去流动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对方其实是一个非常稳重、非常成熟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转换，或者是因为太多的一个事情新的一个变化，突然的一个涌入，可能你们突然要换这个居住地啊，可能你们突然要跟双方的父母见面啊，可能你们突然要安排很多的一个婚事啊、婚礼的一个筹备，或者是决定要去哪里度蜜月，那过多的一个新的一个事物，难免会让人有点焦虑或者是不安，这都是很正常的。对，但我觉得对方是非常稳重的，而且成熟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他在旁边也会在旁边等待着你，慢慢的去适应现在当前的一个新的一个身份。好，那这个是我所感受到的。那这边宇宙也想鼓励大家，他说：“亲爱的，不必非得沿着已经被开拓的道路走，即便前方杂草丛生，你所到之处将皆为路。抬起胸膛，你才是自己真正的中心。”对，那我觉得大家要为自己感到更骄傲，甚至是更加的相信自己的一个价值。对，你是非常棒的，那你也值得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对待，甚至是值得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尊重。对，所以永远都不要觉得是自己配不上别人，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对方的事业好像做得蛮好的，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企业家，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一个家族，或者是非常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个对象。对，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看轻自己。对，那你也是有你的一个优点的，不然对方也不会选择你。所以不要因为可能对方的一个身份地位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家族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显赫而退缩了，而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我觉得不是的大家也有自己非常闪亮亮美丽的一个特质，这也是他喜欢你想要跟你共度一辈子的一个原因。所以绝对不要看轻自己，那也不要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这样子。那我觉得对方是非常真心诚意的想要跟你走完接下来的共度接下来的一个日子。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还蛮好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难免会有一些焦虑，难免会有一些疑惑，难免会有一些怀疑。对，那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把这些情绪流过你的心里，流过你的身体，让它流过的释放掉，这样子就好了要相信一切都正在好好的运作之中，所以一切都会没事的。那对自己要更加有信心一点，你也是非常棒，你也是非常优秀的人哦。好，那这个是我想要给大家第一组的一个解牌，最后再帮第一组的大家念一下这个绿魔法神谕卡。今天抽到的是仪式，它表示甜玉米。代表是10号32页。好，那这边的说的是，这边有句话，他说花园不是靠坐在梁荫下吟唱好美就能形成的。说这句话是卢德雅的吉卜林。好，那这张牌卡的意思是，虽然你身边可能有不知名的力量在帮助你，但你还是得透过勤劳的学习和努力的行为来参与创造。有益的身心的奥秘教育值得追求。此外，或许在你尚未察觉之前，你已经不知不觉与别人形成更深刻的联系。小心隐私和机密的资讯可能会造成
成伤害。代表是星座是狮子座，所以有可能在看影片的大家或是狮子座的，或者是你心中所想的人是狮子座的。那刚才这边也有一个这个冰雪王，旁边也有一个狮子，所以有2个狮子的一个能量，那一个处女的一个能量，所以一个可能是处女座，一个可能是狮子座，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咯。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如果你对其他还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行到书店购买这个绿魔法学院卡回家自行研究。好，那最后再帮第一组大家翻一下这个爱的解答之书。如果你最近有比较困扰你的一个问题，可以是工作、事业、爱情、人际关系，各个面向都是可以的。然后翻开出一页，里面会有一句话给大家当做一个提点。当然，运动是占卜，所以不可能符合到说那个问题。如果翻开出来之后，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先帮第一组的大家翻开出一页咯。抽到的是 Sleep on it， 好好考虑再做决定。Sleep on it， 好好考虑再做决定。好，这句话送给大家咯。如果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者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是订阅。不想错过新影片的话，还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子我有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我一个礼拜会上传2部影片给大家，一部在星期二，一部在星期六，通常一部是爱情占卜，一部是运势占卜。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频道有开放会员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是你有想要支持我永续经营外色不可塔罗占卜频道的话，也很欢迎你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足够的一个时间、经费还有能量，继续帮大家拍摄类似影片提供给大家。那最近也有新增一个这个频道的会员的一个福利，就是我有新创立了一个外色不可塔罗的这个 LINE 的聊天室。那这个聊天室是匿名的，那也都欢迎所有加入频道会员的人可以加入，会在里面不定期的分享一些塔罗牌的一个知识，或者是我观看的美好的一个书籍啊，或者是电影的一个心得，或者是分享。那也或许是美丽的一个照片可能是随手一拍这个路上街边的这个小花小草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分享来帮助大家去释放生活中的，不管是在工作事业上，或者是在家庭上，或者是在你的一个人生上慢慢的去释放自己的一个压力或者是情绪。好，那这个是新的会员一个福利来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手上戴的手环也是我自己制作的手工的一个水晶手环，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到我的虾皮卖场走走逛逛。好，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谢谢你愿意再一次回来我的影片观看，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频道认识大家，希望有缘点进来的你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啊，或者是疗愈。那不管你是老朋友或者是旧朋友，都很感谢大家愿意来到我的一个频道，不管你是按赞留言或是订阅，或者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或者是购买我的手环，又或者是给予我超级感谢小额捐款的赞助，真的都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用实际的一个行动来支持我。那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频道中更加的了解塔罗牌跟神谕卡，我相信他们不仅仅只是算命啊迷信的一个工具，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认识你自己的一个媒介，透过塔罗占卜影片学习着发现自己心中一直以来压抑的一个情绪，慢慢的去释放情绪，慢慢的更加的了解自己，慢慢的从自己的一个课题啊，或者是悲伤之中走出来，这个是你可以为你自己做的。那我相信透过塔罗占卜影片，它会非常非常温柔的帮助你站起来。好，那我们解牌就到这边咯，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第一组结束咯，感谢大家聆听。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者订阅。不想错过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只要我新影片的话，YouTube 都会通知大家。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稍等我一下，要喝一口水。
嗨，第二组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回来到 YSL Book。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那我们今天主题是爱情占卜，题目是他对这段关系的真正的一个想法。好，那这个是你今天抽到这个选项小物，这个是百合花的花瓣。那我先把这个选项小物放在这边。你今天抽到的是这个选项牌卡，代表的是这个利魔法神谕卡的柳橙有能量的一个意思。好，28号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年龄啊，或者是生日的日期，但是不一定要是。好，再来是幻境塔罗牌，抽到的是这个Page of Swords 是宝剑侍从。再来是 Wisdom Oracle， 抽到是45号，代表是 Time to Go， 是时候离开了。好，45号一样有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年龄。好，再来是艾米拉的爱情神谕卡，抽到的是 Passion， 热情，代表是化学，激情澎湃。好，接下来是这个 Under Rosy 连环牌卡，抽到是 Hours， 这个代表是这个猫头鹰，代表是12号，可能是大家生日的一个日期。好，再来是我自己手写有关爱情的单字跟句子，抽到的是 Protect You， 他说是保护你。好，接下来是这个 Miracle 卡，抽到的是 Don't let your past hold you back， 不要让过去绑住你了。好，这个是你抽到的牌卡。那这个再来是浪漫的爱情神谕卡，抽到的是离婚的人，代表是秋季。好，再来是这个天使回应卡，抽到的是 No。好，再来是水晶灵感卡，抽到的是粉淡白石，代表是善待自己。好，再来是小王子塔罗牌，抽到的是 Nine of Swords， 是宝剑9。好，再来是这个 Energy Oracle 卡，抽到的是44号，代表是 Woman Holding a Heart， 他说一个女士抱着这个爱心。好，接下来是这个脉轮疗心卡，抽到的是太阳轮3号。他说：“亲爱的，请释放争夺与竞争意识，从此只专注的悦己而来。毕竟你完整无缺，价值不凡，人见人爱。”好，再来是这个熊赞卡，抽到的是自由度。我有选择自由，我知道我是有选择的，并且我喜欢自己的选择。再来是这个浪漫天使牌卡，抽到的是 Codependency， 代表是依附跟依赖。Additions of affecting your romantic life， 他说这个上瘾的感觉将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爱情的一个感情的一个生活。好，再来是这个 T6 生日卡，抽到的是 May， 这个5月。好，然后再来是这个彩虹卡。抽到的是 The more positively I see myself and the world, the more I trust positive people。他说我越正向的看待自己以及世界，就越吸引正向的人。好，稍等我一下哦，让我看一下大家的牌卡。好，第二组的大家，他对这段关系真正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好，那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这段不管是感情或者是这段关系，可能比较倾向于这种短暂的一个热情或者是化学反应。那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毕竟你有抽到这个离婚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跟他的一段关系并没有持续，甚至是永久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可能你们是离婚了或者是分手了，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那他对待这个感情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坚持吧，或者是他觉得还有其他人更加的适合他。对，因为我会这样说，是你这边还有抽到太阳的3号，他说：“亲爱的，请释放争夺与竞争意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人在
介入你们的一个不管是婚姻或者是你们的一个感情的一个状态，对，可能有小三啊，有小王啊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觉得宇宙想告诉大家，就是从此只专注的悦己而然，毕竟你完整无缺，价值不凡，人见人爱，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关注这个人对你的想法是什么，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你的一个生命中可能带来了太多的一个伤害，甚至是带来太多了一个痛苦了，对，那你对于这一份感情也太过的一个依赖了，你反而觉得好像离开这个人，不管是分开、分手，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好像离开这个人，你就从此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伴侣，或者是你就会活不下去，或者是你好像就没有任何的一个价值。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当你离开了对方，你还是一个完整自己，而且你是非常优秀，而且你是非常棒的。对，那不该因为一段感情，可能失败啦，或者是结束了，应该也不算失败，只是结束了。对，我们应该换一个词，它只是结束了。那该经历的，或者是该你们一起去度过的一个时光，它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可能是迎接更美好的一个缘分来到你的身边，那彼此所需要学的课题也都已经结束了，所以你们这段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延续下去，对，那这不是你的错，这当然不是你的一个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宇宙在保护大家，宇宙在守护大家。也许这个人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匹配你的一个能量，或者是这个人其实配不上你，因为他中间可能就劈腿了，或者是跟其他人暧昧，或者是跟其他人藕断丝连，对，那我觉得反而是对方配不上大家，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守护自己，好好的保护自己。好，那这个我们 holding a heart，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爱自己，对，那不要被这个人给消耗了你非常宝贵啊珍贵的一个能量，不管是你的注意力，不管是你的时间，不管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都不可以再花更多的一个时间再浪费在这个不对的一个人身上。你可能为他伤心，你可能为他难过，你可能从此觉得我一蹶不振，我觉得我很沮丧，为什么他会离开我，然后去别的人的那个怀里。对，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他怎么想也不重要，因为对你来说，他已经是你生命中不重要的一个人了。既然他选择离开，那我们就让他离开。那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勇敢的转身的离开，然后去过你更好更美好的一个生活。那你怎么不会觉得如果那个人离开你之后，你反而会过得更好呢？说不定你之前过得那样的一个不好，所有一切的痛苦，所有一切的折磨，所有一切的一个悲伤，都是他制造出来的。那你怎么会觉得你还没有办法离开他？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应该要继续的留在他身边呢？说不定所有的一个痛苦，所有的一个不安，所有的一个折磨都是他带给你的。那只要你离开他了，其实一切生活就慢慢会好起来的。当然失去一段关系，或者是结束一段关系，难免会有点觉得可惜，或者是舍不得，或者是觉得不甘心不甘愿，对，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转念的一个想法。当一个人已经不爱你了，那强留他又何用呢？那小三跟小王可能只是帮助你让你发现了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爱你。那就算这个人不爱你，你还是可以爱自己，那还是要好好的善待自己，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了你，你的世界就会整个崩塌。不，你还有你的家人，你还有你的朋友，你还有你的
家人，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兴趣跟爱好，都会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你并不是只有爱情。我想告诉了大家，很重要的一点，你的生活中并不仅仅只是爱情，虽然爱情也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唯一。那这个人也绝对不是唯一，就算你的爱情很重要，你也可以再遇到一个更棒、更优秀的一个伴侣，而不是非他不可。对，那既然这个人已经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背叛的一个行动的时候，那就不要让这个过去再继续的绑住你了。你现在最重要、最快要做的就是赶快的离开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留恋，或者是一直觉得你很爱他，或者是你舍不得离开他，但他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样的爱你，他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喜欢你。那不要再让自己深陷在这个痛苦之中，或者是这个折磨之中的。那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是这个人配不上你。那对自己的一个负面想法一定要清除掉，一定要摒除掉是那个人的德性有问题，是那个人他在自己的一个选择跟你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跟你这个人他是没有关系的。你要把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对，他选择了别人，那他有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理由，我们不知道那个理由是什么，但反正他就做了那一件事了，他已经下了这样子一个决定了，那我们就是放他走。那这并不影响你的一个价值。当你分手了，当你离婚了，当你分开了，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失败，或者是不代表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人。那反而只是证明了这个人不适合你，或者是你不适合他。那既然不适合，我们就不要彼此的去强留对方，让彼此都很痛苦。对，那应该是放彼此离开，那我们再去寻找未来有更美好的事物来到你的一个身边。对，那我觉得宇宙想告诉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段感情而否定自己，或者是自责啊，或者是反省啊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的错。那我相信在5月份，大家一定可以慢慢的去走出现在这个低潮，或者现在这个难关。那当你用更正向啊，更自由的一个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离开他了，你还有很多选择啊，外面还有很多的人供你做选择，都可以有机会成为你的一个缘分，或成为你的伴侣。为什么要死守在这一棵树啊，或者是死守在这个人上面呢？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分开分离是一件坏事。那其实这个都是背后宇宙跟天使的一个智慧在默默的保护大家。这个人不是一个对的人，这个人不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一个人。所以当你越早离开他，对你的一个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将会比较不会那么大。对，当你跟他在一起越久的时候，你所损失的不管是心力啊、精神啊，或者是时间啊，都是更加的一个多。那还不如就是适时的有点像止损一样，那我们适时的抽离，发现他这个人已经不对劲了，我们就赶快的一个离开去未来还有机会再去遇到一个新的伴侣，或者是去享受你自己不管是单身的一个生活，非常的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被这个婚姻啊，不会被这个伴侣啊所给绑住了。那想跟谁去吃饭就去吃饭没有人阻止你，不会有人去控制你。对，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真正的做你自己。那继续留在这段关系之中，我觉得带给你的就是伤害跟折磨，还有眼泪，还有对自己的一个低自尊的一个想法。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抛弃你了，或者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人他不喜欢你了，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好？那绝对不是因为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人的一个本性，或者是追求刺激，或者是容易受到诱惑，所以他就离开了。但并不代表说你是
不好的。那永远都要记着，大家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珍贵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那对于要怎么样好好的善待自己，第一步就是要赶快的离开这个环境啊，这个人，还有离开这个感情带给你的一个影响。好，那当你越加的坚强，愿意去站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豁然开朗，觉得怎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想这个人，或者是想要挽回这段感情，或者是想要去补救这段感情。等你真正的放下之后，你才会发现，我应该要更早离开的，我应该要更早放下的，我应该要赶快的离开这个不对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到时候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甚至是醍醐灌顶，觉得自己当初花了太多的一个时间去伤心、去难过。那不是说大家现在伤心难过是不对的，只是真的不需要为一个不值得的一个人去浪费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还有你的精力来去挽留或者是责怪自己，这样真的是得不偿失，因为它其实就是不值得你的一个时间，不值得你的一个爱意，不值得你的一个付出跟奉献，因为他不懂得感恩。好，那这个是我想跟大家传递的一个讯息。最后再帮第二组的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绿魔法神谕卡。我今天抽到的是能量，代表的是柳橙，28号，是在72页，有可能在看影片的大家是72岁。好，那这个水果是柳橙，下面有一句话说，一个花园需要耐心的劳力以及注意力。植物的生长不只是为了满足野心或实现良好的企图心，植物会繁茂生长，是因为有人在它们身上费心的努力耕耘。代表说这句话是利伯蒂海德贝利。那这张牌卡的意思是，柳橙表示会有冒险活动和快速的进步，要明确的坚守你真正的目标和目标前进的方向。柳橙表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就，不过你需要努力加强意志力，虽然会碰到一些挑战，但你可以克服它们，而且你身边的人这时可能会需要额外的协助，要注意在给某件事情机会之前，不要太冷淡或者是太早失去兴趣，还要注意不要太消极。好，代表的星座是处女座，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有可能大家是处女座的。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如果大家对其他地方的一个资讯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行到书店购买这个绿魔法神谕卡回家自行研究。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者订阅。那最后再帮这个第二组大家翻一下这个爱的解答之书。如果你最近有比较困扰你这个问题，可以是工作、事业、爱情、人际关系，各个面向都是可以的。然后翻开出一页，里面会有一句话给大家当做一个提点。那当然要用占卜，所以不可能符合到说那个问题。如果翻开出来之后，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让睡前故事领过去就好。好，先帮第二组大家翻开出一页咯。抽到的是 Say Some Ground Rules， 他说定义一些基本的原则。Say Some Ground Rules， 他说定义一些基本的原则。好，这就要送给大家咯。如果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者订阅。不想要做过新影片的话，也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子我有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啊。我一个礼拜会上传2部影片给大家，在星期二，也在星期六，通常一部是爱情占卜，一部是运势占卜。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频道有开放会员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者有想要支持我永续经营外色不可塔罗占卜频道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有足够的一个时间、经费还有能量，继续帮大家拍摄类似影片提供给大家。会员主要分3个阶级，主要分初级、中级跟高级，都分别享有不同的一个福利，在下方说明栏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那最近只要你加入频道的一个会员，都还享有一个
个新的会员的一个福利，就是我新创立了一个外色 book 塔罗的这个 LINE 的一个聊天室。那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是匿名的，所以大家在里面不用害怕去泄露或者是外泄了你的一个身份或者是姓名，它都是匿名的一个状态。那我在里面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塔罗牌的知识啊，或者是最近我看的书籍或者是影片，突然的一个觉得不错的一个句子，或者是觉得不错的一个内容，可能会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照片，可能是花朵，可能是大自然，对，那帮助大家在这个生活上，不管是工作事业，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在学业上，有一个空间可以去疗愈一下，或者是释放当前的一个压力，就是会可能用一些正向的文字啊，或者是漂亮的一个图案来帮助大家减轻大家在生活中的一个压力。那这个是我新提供给这个频道会员的一个福利，所以也很欢迎大家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继续经营这个频道。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一直以来不断的给予我这个支持，不管你是按赞留言，或者是订阅，或者是加入频道会员，或者是购买我的手环，又或者是给予我超级感谢小额捐款的赞助，真的都非常感谢大家运用实际的一个行动来支持我。希望透过来到我的频道，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塔罗牌跟神谕卡，而不仅仅只是帮我们当做算命啊迷信的一个工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认识自己的一个媒介。透过塔罗占卜影片，慢慢的去了解自己的一个情绪，并释放自己的一个情绪。有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太痛苦了，或者是太难过了，所以你不愿意去直面它或直视它。有时候我们会当作没有这回事，或者是会欺骗自己说我并不伤心，我并不难过，但其实所有的一个伤痕都已经埋藏在你的一个心中，等着你去发现，甚至是去释放。如果你一直去不去看见它的话，最终可能会造成身心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失衡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一定要定期的去检视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并花一点时间跟自己对话。那我觉得塔罗牌占卜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透过这个空间，透过这个占卜，让你去反思自己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我听到这句话会有想哭的情绪？为什么我听到这句话会觉得很认同？为什么我听到这一句话有被刺中的感觉？那其实都是宇宙跟天使正在透过我的影片传递一些讯息给你把你的心打开，你会发现宇宙跟天使的一个祝福无处不在。那我相信这个塔罗牌可以非常温柔的去陪伴大家度过你的一个低潮。那我相信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相信它绝对有这样子的一个疗愈的一个能量。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第二组结束咯，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者订阅。不想要错过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哦。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稍等我一下，喝一口水。嗨，第三组的大家今天过得好吗？今天你抽到的这个百合花瓣是今天的这个选项小物。好，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这个之前买的这个百合花，那它其实快要凋谢了，我才把它摘下来当做这个影片的一个选项，所以可能稍微没有这么样的一个鲜艳亮丽的感觉。那因为
如果在一开始就把它摘下来的话，我觉得这样还蛮可惜的，对，所以可能这个已经是接近了这个花朵的尾声了，那来当做大家的一个选项小物，所以还请大家见谅。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爱情占卜，题目是他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你今天抽到的是24号，代表的是草莓，有协议的一个意思。那这边有一个星座的一个符号，代表的是天秤座。好，有可能大家是24岁，有可能大家是天秤座。那草莓是你喜欢的水果，或者是最近有吃到草莓，也可能是宇宙的天使要传递给你讯息。好，再来是幻境塔罗牌，抽到的是 Five of Swords， 代表是宝剑5。那再来是 Wisdom of Oracle， 抽到的是26号，代表的是 Happy Happy， 开心开心，非常漂亮的一张牌。好，再来是这个艾米拉爱情神谕卡，抽到的是 Triangle， 代表是三角关系，拥挤的关系有选择。好，那再来是 Under Rosy 的罗曼牌卡，抽到的是32号，代表是 Moon， 这个月亮。好，接下来是这个我自己手写有关爱情的单字跟句子，你抽到的是 I am healing myself， 他说我正在疗愈自己。好，再来是 Monological card， 抽到的是 It's time to release negativity， 是时候去释放这个负面的一个想法，代表是 Full Moon in Scorpio， 代表是满月在天蝎座。再来是小王子塔罗牌，抽到的是 Three of Wands， 代表是权杖3。那再来是浪漫一起神谕卡，抽到的是搬家换城市，代表时间点是明天。好，然后再来是天使回应卡，抽到的是 recovery 复原修复。再来是水晶灵感卡，抽到的是黑发晶，代表是别扯自己后腿。接下来是这个 Energy Oracle 卡，你抽到的是39号，代表是 Fish Chakra， 代表是喉咙的位置，那代表的天使是 Archangel Gabriel。好，还是脉轮疗心卡，抽到生殖轮3号，他说：“亲爱的，没有得到爱的孩子都会觉得自己有罪。现在，请温柔的照顾你的内在小孩，拥抱那些过往饱受惊吓、失去力量和归属的自己，并轻声的告诉他：我一直在，你可以反复的向我确认。”再来是 T F 神谕卡，抽到的是这个花瓶，代表的是 light-hearted carefree time， 或者是茶壶。好，那这个是轻松啊，没有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好，再来是这个熊赞卡，抽到的是创意，我喜欢自己的创意，我能在生活中展现创意，我喜欢这小新鲜。接下来还有一张这个彩虹卡，抽到的是 I embrace every single self of my body with releasing love， 我用放松自如的爱来祝福自己。好，接下来是这个浪漫天使牌卡，抽到是 reconciliation， 代表是复合或是复联。Someone from your past is returning to your life。他说，过去你认识的一个人即将回来到你的一个生活之中。好，第三组的大家，你形容他对待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会觉得大家跟这个人的关系可能是还没有一个承诺，是比较轻松啊，比较casual， 就是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一个名分啊，没有一个承诺，但是可能就像朋友啊，或者是有点暧昧啊，或者是刚认识的一个状态。对，就是你还没有确立关系，那可能就是把对方当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因为你这边抽到的是这个拥挤关系选择嘛，对，那我觉得大家的能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是这种非常开心
快乐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你很享受这个单身生活，或者是你很享受目前的一个状态，就你没有非常的渴求一段关系，或者是想要确立或者是想要进入一段爱情这样子，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我觉得你是比较想要找那种轻松可以相处，那是没有负担跟责任的这样子的一段感情，可能就是一起比起吃吃饭啊、聊聊天啊，但是没有太多过多的一个承诺跟义务在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对，那我会觉得主要是因为大家可能因为上一份感情，所以还在修复，就可能刚分手，对，那还在失恋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大家其实还在疗愈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目前的状况，你可能就是分手了，在单身，虽然还是有点难过，或者是还在修复自己上一段感情遇到的一个创伤，可能是争执啊，可能是吵架啊，或者是意见不合啊，或者是因为这个远距离的一个关系而导致你们分手了，或者是分开，或者是断联了，那你还在修复，努力的去修复自己受到的一个伤害，或者是自己上一段感情的一些情绪吧，对，慢慢的去释放，可能也不是伤害，只是因为这段关系结束了，所以你还是必须给自己一点空间、时间去修复，或者是去冷静一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还蛮好的，对，因为当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下一段时光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暂时维持这种朋友关系。对，那我刚才说的受到这个情伤啊，或者是受到伤害的人，也可能就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对，所以或者是你自己，我觉得都有可能。对，这边没有特别受到一个能量，对，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他，那反正就是双方可能就都处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想说当做朋友先认识一下也好，但是没有很急于的去进入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名分啊，或者是有承诺的一段关系。好，那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收到的一个讯息，主要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方也不是说不认真，或者是不想要谈感情，而是他现在处于的一个状况，可能就还需要休息，或者是修复，或者是还没有从另外一段感情的这个创伤走出来，或者是他的前任还在跟他有联系，就是藕断丝连这样子的感觉。对，那我觉得反正没关系，他就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反正你也很享受，就是这个可以自由的一个选择，就你也没有想要马上定下来，所以认识一下也无妨。对，那就是再慢慢看后续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对，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这段关系是非常轻松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那其实没有一定要对方给承诺，或者是对方其实目前的一个状态也不太适合给承诺。那这个也是你们目前就是互相协议好的，或者是也是默认的一个现况，就是也没有不满意，也没有想要改变这样子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两个人都在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我用放松自如的爱来祝福自己。对，就不会可能逼对方要赶快康复啊，然后修复好，然后跟你一个名分或确立关系，其实你也没有，因为你可能也很享受这个可以多方认识啊，多多比较啊，或者是多再看看自己的单身生活有非常的丰富，不用被一个人绑住，不用花时间去经营这个正式的一段感情，可能随时你想要见朋友，你就可以随时的一个出门。好，那这个是我收到的一个能量。对，那其实你们这段感情就还在刚开始
刚开始建立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还很难说，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彼此你们两个对待这段感情的一个想法，那会这么样的一个自由，或者是会这么样的一个不在意这个名分上的承诺的话，主要也是你们两个的地方可能两个人都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城市，那要相见可能有点远，有点距离，所以暂时就先当朋友相处看看。那真的合得来，或者是真的有机会再更进一步的话，你们再做更多的一个考量。但因为可能考量到现在目前的一个距离太过的一个遥远，那要经营比较不容易一些，所以目前是用比较轻松愉悦的一个态度来看待这一段感情。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反正所有的一个感情它都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对。那当你们足够认识了，够深沉了，再一起决定要不要进入这个伴侣的一个关系，要不要进入男女朋友的一个身份。好，那就觉得这个是未来你们会讨论到的，但或许现在还不是时候，就可能有一方还有很多的一个选择，或者是有一方他其实还没准备好进入一段感情。好，那这个是我所收到的一个讯息。最后再帮第3组的大家念一下这个绿魔法神谕卡，今天抽到的是草莓，代表的是协议。是在24号，代表是64页，64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年龄，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那这边说的是草莓，代表的是下面有一句话说，可能没有一种职业像园艺这样令人愉快。如果你在别人工作时悄悄的到他们身后偷看，会发现他们脸上带着笑容。这句话是米拉贝奥斯勒这张牌卡的意思是，这时候跟别人合作会为你带来强大的助力。如果考虑上做生意上的提案，或者是爱情上的求婚，应该都会得到很好的回应。团队合作、与人结缘、与志同道合的个人或团体合伙，都属于草莓的掌管范围。无法与人分享或是不计一切想要获胜的态度，会对你很不利。那代表星座是天秤座有可能在看影片大家是天秤座的。好，那下方有一个小魔法，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到书店购买这个绿魔法神谕卡回家自行研究咯。好，那最后再帮第3组的大家翻一下这个爱的解答之书。如果你最近有比较困扰你的一个问题，可以是工作、事业、爱情、人际关系，各个面向都是可以的。然后翻开出一页，里面会有一句话给大家当做一个提点。那当然你都是占卜，所以不可能符合到所有的一个问题。如果分开出来之后，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现在帮第3组大家翻开出一页咯。Is it something you will want again and again？ 他说这是件你一直想要的事吗？这是件你一直想要的事吗？好，这句话送给大家咯。如果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做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者订阅。不想错过我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只要我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帮我个赞或者留个言，因为现在影片真的还蛮多的，非常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你们的按赞、留言或是订阅，都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继续拍摄类似的影片提供给大家。那频道有开放会员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者是想要支持我永续经营外色不可塔罗占卜频道的话，也很欢迎你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足够的一个时间、经费还有能量，继续帮大家拍摄类似的影片提供给大家。会员主要分3个阶级，主要分初级、中级跟高级，都分别享有不同的一个福利，在下方说明栏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那最近我有新增了一个频道会员的一个福利，只要你成为这个频道的一个会员，都可以加入我新创立的这个外色不可塔罗的这个 LINE 的聊天室。那这个聊天室它是匿名的，所以不用害怕会泄露你的名字或身份。然后在这个聊天室，我不定期的会跟大家分享塔罗牌的知识或者
是一些好书啊，或者是好的电影的一个片段的一个分享，或者是句子的一个分享，又或者是一些美丽的一个照片，那分享这些生活中美好的小事物，来帮助大家去释放可能工作上啊、生活上啊，或者是家庭之中的一些压力，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比较低潮的一个时光。那这个是成为频道会员的一个新福利，也很欢迎大家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继续经营这个频道。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也很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不管你是按赞留言或是订阅，或者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或者是购买我的手花，又或者是给予我超级感谢小额捐款的赞助，真的都非常感谢大家愿意用实际的一个行动来支持我。那好的频道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才能永续的一个经营，所以如果这个影片啊，或者这个频道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支持我，不管是按赞留言啊，或者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或者是购买手环，或者是小额捐款，都是可以的。那我也很感谢大家愿意继续的回到我的一个频道。那我希望这个频道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塔罗牌跟神谕卡，而不仅仅只是把它们当做算命迷信的一个工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认识你自己的一个媒介，透过塔罗牌，透过塔罗占卜，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心中一直卡住的一个世界。有些事情可能太痛，太伤心，太难过，所以你不愿意去直视。但是如果你一直埋藏在心中，这个伤痕，这个痛，永远它都不会消失。唯有当你直面它的时候，这个痛，这个不舒服，这个伤心，这个背叛才能慢慢的升华成你人生的一个经验跟智慧将会帮助你更加的成熟跟稳重。那这一切绝对不是惩罚，而是帮助你去透过这些苦难啊，透过这些难关，透过这些低潮，更加的去了解自己，更加的去升华自己的一个能量，提高自己的一个自信变成一个更加坚强坚韧更有智慧的一个人。好，那外色波塔我会在这边一直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持续的一个支持我。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